2026年 AI 晶片这门生意有将近80%的钱流进同一家公司的口袋，辉达。它看起来几乎是无敌的，但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一道裂缝正在形成。那些每年付给辉达好几千亿的科技巨头 Google、亚马逊、微软、OpenAI， 表面上是辉达最大的客户，私底下却全都在做同一件事，打造自己的晶片。一场围攻王座的战争已经开始了。这一集我们要看3种挑战者。第一种，正面对决 ，AMD 要做出比辉达更强的 GPU。第二种，早就绕道而行 ，Google 10年前就开始自己造晶片。第三种，藏在所有人背后，博通，一家你可能没听过，却是这场战争最大军火商的公司。他们的晶片全都由台积电制造，他们挑战的是同一座王座，谁能从辉达手里抢下 AI 的未来？这里是财经无界，财经长片。要挑战辉达，得先看懂它的王座到底是什么形状。先说一个数字，2026年光是全球4大云端巨头微软、Google、亚马逊、Meta 花在买晶片、盖资料中心上的钱，合计就高达7000亿美元。这是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基础建设竞赛，而这座金矿的入口几乎被辉达一家公司牢牢守住。上一集我们说过，辉达真正的护城河不是晶片，是3道墙。第一道是 CUDA， 累积20年超过600万名开发者的软体生态。第二道是把晶片、网络、软体绑成一整座 AI 工厂的能力。第三道是高达70%以上的毛利，撑起它惊人的研发。这3道墙让正面进攻几乎不可能，所以挑战者分成了2条路。第一条是正面对决，做一颗和辉达一样通用，但更强或更便宜的 GPU， 这是 AMD 走的路。第二条是绕过去，不做通用晶片，只做专用晶片，把自家那一种 AI 工作做到最省最快，这是 Google 跟博通走的路。而裂缝是真的，辉达在 AI 晶片的市占已经从前几年的90%以上，要到了今天的大约80%。第一个挑战者是 AMD， 他的执行长苏姿丰和辉达的黄仁勋其实是远房亲戚，但在 AI 晶片这张牌桌上，他是辉达最直接的对手。而很多人不知道 ，AMD 自己也曾经是一家差点倒下的公司。2014年苏姿丰接手时， AMD 的股价只剩下2块多美元，市场几乎要把它放弃。他花了整整10年才把 AMD 从谷底一步一步带回这张牌桌。AMD 的武器是它的 Instinct MI 系列，早在2023年底，它的 MI300X 就带着一个关键优势登场，一颗晶片塞进 192GB 的高频宽记忆体，是当时辉达 H100 的2倍以上。记忆体越大，能跑的 AI 模型就越大。接着是2025年的 MI350， 记忆体再冲上 288GB， 用上台积电的3奈米制程。到了2026下半年，更强的 MI400 以及一整盖的 Helios 系统正式登场，而 AMD 的客户名单也越来越长，除了 OpenAI、Meta、微软、甲骨文都下了单。2026年第一季，它的资料中心营收已经冲到58亿美元。但 AMD 最惊人的一步不是晶片，2025年10月，它和 OpenAI 签下一笔6G 挂的超级大单。还做了一件很罕见的事，他给了 OpenAI 认购最多 1.6 亿股 AMD 股票的权利，他把最大的客户直接变成了自己的股东。只是 AMD 有一个跨不过去的软肋，软体。第二个挑战者是 Google， 但 Google 的故事要从更早说起。当辉达还在卖游戏显卡的年代， Google 就发现一件事，它的搜寻、翻译、语音全都需要海量的 AI 运算，而向别人买晶片太贵也太慢，于是早在2015年 Google 就在自己的资料中心里放进了第一颗完全由它自己设计的 AI 晶片 TPU 张量处理器。和辉达的 GPU 不一样， TPU 是一种专用晶片，它不做别的，只做一件事，跑 AI。 少了通用的包袱，它在自家的工作上又更快又更省电。10年过去， TPU 已经做到第7代，最新的一代叫 Ironwood。 而和辉达最不一样的地方是， Google 从来不把 TPU 当商品卖，你买不到一颗 TPU，
你只能上 Google 的云端租用它。Google 自家最强的 AI 模型 Gemini 就是从头到尾完全用 TPU 自练出来的，一颗辉达的晶片都没用上。而到了2025年10月，连 AI 公司 Anthropic 都和 Google 竞下大单，要用上最多100万颗 TPU， 超过1 G 挂的算力。TPU 是今天最被市场验证过的非辉达的 AI 晶片，而这里有一个很少人注意到的细节，这些 TPU 的核心 Google 并不是独立设计的，它的背后一直站着另一家公司。第三个挑战者最特别，因为它根本不站在台前，它叫博通。博通这家公司本身就是一部并购史，它把一家又一家的晶片公司买下来，组装成一个庞大的半导体帝国。而 AI 给了它一门全新的生意。博通不卖自己品牌的 AI 晶片，它做的是军火商的生意，帮别人客制专属的晶片。刚刚说的 Google TPU 背后的核心设计伙伴就是博通， Meta 自研的 MTIA 晶片也是博通。而到了2025年10月，连 OpenAI 都找上了博通。双方签下一笔10架挂由 OpenAI 自己设计的加速器大单。今天，全世界的客制 AI 晶片订单大约70%都握在博通手里。它的 AI 晶片业务单季营收冲上84亿美元，1年之内就增加了超过1倍。博通的市值也因此被推上了大约2兆美元，而他手上的 AI 订单早就排到了好几年以后。博通甚至喊出，而这场自己造晶片的浪潮远不止这3家。打开今天每一家云端巨头的牌，微软有自研的 Maya， 亚马逊有 Trainium，Meta 有 MTIA。 微软最新的 Maya 晶片已经开始替 OpenAI 跑运算，几乎没有一家单于只当辉达的客户，原因其实是一道很简单的算术，辉达高达70%以上的毛利，换个角度看，就是客户多付出去的成本。每年要花上千亿买晶片的巨头，当然会想这笔钱能不能省下来。亚马逊的 Project Rainier 资料中心现在已经用上超过100万颗自研的 Trainium 晶片，替 Anthropic 训练 AI 模型。这些客制晶片不必什么都会，只要把自家那一种工作做到最省最快就够了。当然，自己造晶片不是一条轻松的路，设计一颗晶片要花上好几年，烧掉几十亿美元。能玩这场游戏的，从来只有那几家口袋最深的巨头。2026年，这些自研晶片增加的速度是但挑战者们全都撞上了同一道墙——软体。辉达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晶片跑得多快，是CUDA。20年的累积，600万名开发者，整个 AI 世界的工具与习惯全都长在CUDA上。AMD 的软体平台 ROCm 这几年拼命追，但要赶上辉达20年的领先，没那么快。专用晶片走的是另一条路，它只跑自家一种工作，本来就不需要通用的软体生态，这也是 TPU 跟博通绕得过去的原因。可是还有一道墙，连挑战者也绕不过去。AMD 的 GPU、Google 的 TPU、博通的客制晶片，他们所有人的晶片最后全都还是送到同一个地方制造，台积电，而且全都卡在同一个瓶颈。CoWoS 先进封装，想挑战辉达，你得先排上台积电的队。所以，挑战者赢得了吗？务实的说，短期之内，辉达的王座不会被推翻。在最通用、最尖端的 AI 训练上，它依然握着大约80%的市场。QDA 的生态也还没有人能取代，但轻许正在发生，尤其是在 AI 的另一半战场——推论，也就是模型训练好之后，每天回答问题的那种运算，专用晶片又便宜又省电的优势越来越明显。挑战者们或许先不翻这座王座，但他们会一点一点把它变小。然而，真正潜在所有人头上的问题，其实不是谁赢。无论是辉达还是 AMD、Google、博通，这所有人惊人的订单，全都建立在同一个假设上：科技巨头会永远疯狂的花钱买算力。AI 晶片的王座正被3个方向同时围攻。正面强攻的 AMD，10年前就绕道的 Google，
藏在幕后卖铲子的博通。但看到最后，你会发现一件事：辉达和他的挑战者们其实坐在同一条船上，他们所有人都把自己的未来压在同一个赌注上。这场 AI 的狂热会一直持续下去，这个赌注撑得住吗？下一集也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我们要好好清算这个问题。AI 的资本狂潮与泡沫的总清算。如果这支影片让你对这场晶片大战有了不一样的理解，记得按赞、订阅，把它分享给关心科技与投资的朋友。我们下次见。